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函式 function。那相信大家对函式这个名词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我们之前的课堂上也有多次提到过函式。好，那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么样定义函式的嘛？我们说函式是一段预先写好的程式码，当我们要用到它的时候呢，那一段程式码才会被执行。那函式呢是帮我们做资料的处理或是运算，然后呢回传给我们想要的资讯。好，这样听下来还是蛮模糊的嘛，还是不太清楚函式到底是在干什么，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那我们这堂课就是要告诉大家函式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哦。首先呢，函式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函式的定义。第二个部分呢是函式的呼叫，我们必须先定义了这个函式，我们才有办法呼叫它哦。好，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个函式。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定义一个函式叫做 say， 叫做 hello 好了，我们想要定义一个函式叫做 hello， 然后呢它的功能是印出 hello 这个字串，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我们写 def， 然后加上一个空白键。然后我们刚刚说函式的名字想要叫 hello 嘛，那我们就写 hello， 然后呢接着一对小括号，再接着一个冒号。OK， 那我们刚刚说我们想要这个函式帮我们印出 hello 嘛，那我们就在函式的内部 print hello。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完成了一个函式的定义哦。首先呢，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函式的名字，我们刚刚说我们想要叫做 hello 嘛，那这个函式的名字的命名也是有规则的它跟我们变数命名的规则是一模一样的只能是大小写英文跟数字跟底线的组合，然后呢，开头不能是数字好，那我们说我们想要这个函式帮我们做的动作是印出 hello 这个字串嘛，那我们必须要在函式的内部写上 print hello。那怎么样叫做函式的内部呢？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这个前面的部分有做留白嘛，那这个留白呢是4个空白键或是一个 tab 键。那 tab 键呢是 tab 键是在 Q 的左边 ，Q 键的左边。好，那大家这边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正常在定义函式的时候呢，我们按下 Enter，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留白了好，那假设我们今天如果是 print 你好，我们写在这个地方，它就不算是函式的内部它就不是函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并没有留白。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函式的定义嘛，我们执行看看。那我们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做 Python 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没有印出 hello，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做函式的定义嘛，我们并没有做函式的呼叫，所以函式的这个内部的程式码呢并不会被执行那我们要怎么样呼叫函式呢？我们要写上，假设我们今天的函式叫 hello， 我们就写 hello， 然后加上一对小括号。这样子呢，我们就呼叫了我们的函式我们执行看看 ，OK， 果然我们就印出了 hello。好，那假设呢，我们今天这个函式不想要这么简单，我们想要函式呢是可以传入参数的我们想要对资料做处理嘛，所以我们想要把资料传进去，传到这个函式里面，然后这个函式呢做处理之后再回传给我们我们想要的资讯嘛。那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函式呢，需要传入的参数是名字 name， 那我们下面可以写说 hello 加 name。OK， 那我们这边呢，就要在 hello 这个中括号小括号里面传入 name假设如果我们不传入的话呢，我们直接执行 ，Python 就会告诉我们有错误因为我们并没有传入参数那我下面清理一下。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传入的名字叫做小白，那我们执行一次 ，OK， 就会得到 Hello 小白。
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传入的参数不止一个，我们想要传入很多个也可以。假设我们今天要再传入一个叫做 age 年纪，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再加上你今年age 岁 ，OK。那我们这边传入的是，假设我今年87岁，好，我们执行一次，就会得到 Hello 小白，你今年87岁哦。好，那大家应该有发现哦，为什么我们这边87要用字串呢？那是因为哦，我们如果用数字的话呢，我们传进去的这个 age 呢也会是数字哦。那数字并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字串做相加嘛，我们这边 age 就是数字嘛，我们数字没有办法跟字串做相加，所以呢这样就会出错。我们执行一次看看 ，OK， 果然就出错了，因为他说字串跟数字不能做相加。那我们要解决它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在这边把这个数字用 string， 用 str 这个函式把它转成字串哦。那我们再执行一次。OK， 就会得到 Hello 小白，你今年87岁。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大致上了解了这个怎么样定义一个函式哦，以及怎么样呼叫一个函式哦。那我们来做个练习好了。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定义一个函式，那这个函式的名字呢叫 add， 然后呢我们要传入2个数字给这个函式，然后这个函式呢会帮我们印出这2个数的相加哦。好，那这边大家可以先把影片暂停哦，先自己试着做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我刚刚说的那个函式哦。好，那先把这边注解掉。我们刚刚说这个函式叫 add 嘛，然后呢我们要传入2个参数嘛，假设叫 num1 跟 num2， 好，冒号，那我们把它印出2个的相加。OK，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 add 的函式的定义哦。那我们就直接来呼叫看看好了 ，add 23，我们传入23给它，然后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好，就会得到5哦，因为我们的2跟3相加印出来就是5哦。那希望大家这边函式这个定义都有做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函式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回传 return。那大家看到这个 print 哦，并不是回传的意思哦，它只是呢在我们的画面上印出来东西而已哦。那所谓的回传呢，是我们刚刚说 return 嘛 ，return。然后呢，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回传的值是数字10好了，我们就 return， 然后空白键，然后数字10，这样就是回传数字10的意思哦。好，我们先把上面这一行注解掉，我们执行看看，如果只有 return 10这个程式码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我们下面有呼叫嘛，我们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这个 Python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哦，没有任何的动作。好，那这个 return 到底是在干嘛呢？在函式里面哦，只要我们的函式里面的程式码碰到 return 这个东西，它就会直接把 return 我们要 return 的值呢，现在值是10嘛，直接把 return 的值呢覆盖掉我们的这个呼叫哦，所以我们的呼叫碰到了我们这边这个函式已经碰到了这个 return 了嘛，所以呢它就会把这个10哦直接覆盖掉这一串 add 23哦，直接变成10。所以呢我们试试看，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好，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只要函式里面的程式码碰到 return， 它就会直接把 return 的值覆盖掉我们原先的呼叫哦，所以呼叫就会直接变成10这样子。好，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哦就得到10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要的是回传第一个数跟第二个数的相加嘛，那我们就可以写 return num1 加 num2。那这个地方呢，我再跟大家在这个流程再顺一次哦。
我们程式执行是从由上而下嘛，所以呢，一开始如果我们执行的话呢，它会先看到这个函式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它又会看下去，就会看到哦，我们这边呼叫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我们传入2跟3这两个参数哦，然后就会放到2跟3里面，然后呢，函式就会开始运行嘛，运行里面的程式码。当函式呢遇到这个程式码遇到这个 return 的时候呢，它就会把 return 的值，现在是 num1 加 num2 嘛，2加3等于5，就会把 return 的值这个5呢覆盖掉原先的这个呼叫，所以这边就会相当于 print 5的意思哦。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哦就得到5了。好，那做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我们为什么要 return 这个东西？我们刚开始直接用 print 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不是也是得到？好，我们直接这样写 add23，我们刚开始直接这样子写的时候，不是也得到5吗？对不对？我们执行看看，对啊，明明也是得到5，那我们干嘛这样？对不对？搞乱七八糟，还 return 来 return 去的嘞，结果我还是得到5嘛。好，那会需要这个 return 的原因呢，是因为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程式，我们这个函式在呼叫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呼叫完就结束了哦。我们通常呢，大部分的时候是函式呼叫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对它回传的这个值哦，回传的这个数字5嘛，我们还要对它做更多的运算跟处理哦。假设今天它已经回传回来是5了嘛，我们可能还要对它什么乘以100啊，然后再除以6啊，然后再开个根号啊，再干嘛干嘛之类的。我们后续还要做很多的运算哦，并不是它直接就这样 print 就结束就没事哦。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到 return 哦，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个它处理完的这个数值呢回传给我们，我们后续还要再做更多的运算跟处理哦。OK， 那这边大家了解了什么是 return 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出一个考题哦。假设我写的程式码长这样 ，value， 等我一下，我出一下考题哦。334。好，这边测验一下，大家是不是都了解这个 return 的概念哦？那我这边的问题呢是，当我按下执行之后，我们这一段程式码会印出什么东西呢？好，那给大家10秒想一下啊，我再说一次我的题目，我的题目是，当我按下执行的时候，这一段程式码会印出什么东西？OK， 大家想一下哦，这边，因为这个部分函式的部分，在我们的这个程式语言里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好，希望大家都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哦，那我们就直接执行看看。哦，会得到7跟10，不知道你有没有答对哦？如果你没有答对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这边再顺一次这个流程，这个函式的这个顺序哦，我们再做一次给大家看哦。我们一开始我们执行了程式之后呢，这个程式是由上往下嘛，所以呢，程式码会这个 Python 呢会先看到我们定义了一个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它会继续往下，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定义嘛，它只看到我们定义了，还没有看到我们呼叫，然后它继续往下，它发现我们呼叫了 add34，然后呢，它看到我们呼叫 add， 它就会往上找，去找到我们呼叫的函式 ，OK， 它找到了，这边有个 add， 然后传入的是3跟4。
然后呢，它就会开始运行我们这个函式里面的程式码。那第一行呢，它就会说，这程式码就会说，请你印出4跟3的相加，然后呢，画面就会印出4跟3的相加等于7。然后呢，这个程式码就会碰到这个 return 10。那碰到 return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10直接覆盖掉我们的这个呼叫，所以这边就变成10。然后变成10之后呢，它就会放到这个 value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呢再印出来，所以就会印出10。OK， 那这边如果你还是不了解的话呢，可以多重复听几次哦，因为这个部分真的是相当之重要哦。OK， 好，那这边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哦。那如果我今天我这一行不写，那原本的这个 ADD23 会回传什么？会变成什么？好，这问题很好哦，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就知道了嘛。如果我们都没有写，我们没有 return 东西，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就是看这个 ADD23 会被替换成什么？还有 ADD34 啊，说错，执行。哦，它会变成这个7是这个印出来的嘛？它会变成 none。为什么会变成 none 呢？那 none 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定义一个函式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在这个它的函式的程式码里面，我们没有 return 东西，那这个 Python 呢就会预设直接帮我们 return none，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东西 return none 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回传的东西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就算我们没有写 return，Python 呢预设也会帮我们的这个函式在最后呢加上 return。那如果我们没有写，它就会帮我们加上 none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东西的意思。那没有东西呢，也会直接这个 none 呢也会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ADD34 也会把它替换掉，所以 ADD34 就会变成 none。然后 none 呢就放到 value 里面 ，value 就会印出来，就是 none。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再顺最后一次哦。我们这边为什么是印出7跟 none 呢？因为哦，我们程式执行下去之后呢，我们会先这个程式由上往下执行嘛，它会先看到我们定义的一个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它发现我们的这个 ADD 里面并没有 return 东西，所以呢，它就会预设哦，直接帮我们 return none。它就会预设把我们的程式码变成这样，然后就继续往下 ，OK， 然后看到我们呼叫了 ADD34，然后呢，它就会往上找，哦 ，ADD 这个函式它就找到了嘛，然后传入的是3跟4，然后第一行呢，它就会执行印出3跟4，3加4，然后就会印出7。然后呢，我们刚刚说了嘛，因为它已经自动帮我们加了 return none， 然后呢，这个 none 就会覆盖掉这个 ADD34，然后放到 value 里面，然后再印出这个 value， 那 value 里面是 none， 所以就会印出 none。好，那今天最后一个观念咯，最后了，大家快要解脱了。最后一个观念呢，是当我们的函式在运行的时候啊，它只要一碰到 return，它就会直接结束了，直接结束，它就不会再继续运行我们函式里面下面的程式哦。怎么说呢？我们做个例子哦，假设我们今天这边 return 10，然后下面还要再 printer 你好，那这个 print 你好是不会被执行的哦，因为当我们呢只要函式遇到 return，它就会直接停止，它就直接结束了，它就不会再继续运行我们下面的程式哦。那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哦，我们的你好没有被印出来哦。那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函式呢碰到 return， 它就会直接结束了，它不会再继续往下执行了，它就会直接回传给我们的 ADD34， 然后呢在这边继续往下运作哦。好。这个部分因为大家是第一次接触哦，所以呢可能会不太熟悉或是有些困难哦。那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搞不懂的话，可以多看几次。那如果真的再搞不懂的话，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那我们这边这堂课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好，拜拜。